最近很多小伙伴都问我说，怎么办？又暴食了，又暴碳水了，几乎 SOS 拨打大力热线。于是我就来了。很多小伙伴平时生活特别规律，饮食呢也很自律，有的还定时运动。但是，一到周末一停下来就暴饮暴食。最近呢，疫情宅家，又逢圣诞、元旦，于是深陷暴食的泥潭无法自拔。那这种时不时要暴食一下的情况，到底要如何解决？难道一辈子要这样吗？还有粉丝直接发我链接，那我一打开，居然是暴食催吐馆，别名仙女馆。那据说呢，最近热卖。在这里呢，我善意劝阻各位不要去买，因为一旦依赖上呢，后果不堪设想。暴食呢，基本上是几种原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那这一集呢，我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所以大家呢可以先点赞，然后分享再观看。那一种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平时过度节食，饮食上过度的压抑自己，然后导致每到周末呢都要暴食一下，补偿一下自己。那常见的情况是，明明已经吃过了，但是这会儿闲下来了，可以躺到沙发上饱聚了，但是脑子里边还是想要吃东西，于是又吃了。这就是典型的大脑释放出的饥饿信号，不管你到底是不是真的饿。那解决方法呢，第一个呢，就是从量上调整。比如平时你自律的情况下呢，吃1200大卡，而在周末的时候，你每天除了吃掉本来的1200大卡之外呢，你每天还多吃了1000大卡。那么周六周天这2天呢，一共就多出来2000大卡。那么你就用这个2000大卡除以7，得到286大卡。那么你以后每天呢就吃1200加286等于1486大卡这么多，满足身体的平均需求。那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1486大卡你一定要分为2餐或者3餐来吃。那到这里的话，可能有人要问，那这样做是让我保持不胖呢，还是我有可能会瘦呢？那如果你以前一直在时不时的周末暴食、节假日暴食，那你现在换成这样的规律饮食呢？虽然你每天看起来吃的不少，但你相比之前会更容易瘦，因为你的心情呢会更好一些，来自饮食自律上的压力呢会小很多，身体也就更加放松，觉得卡路里来源稳定安全，那这样才是有利于减肥的。解决方法第二呢，是从种类上调整。那在你有这种时不时暴食的情况下呢，我们先不改变食物的种类，因为你在周末暴食的那些东西呢，先不管它健康与否，是身体觉得你需要吃的，所以我们先不改变。那等我们稳定下来之后呢，我们再去调整饮食结构，去把容易影响血糖、影响胰岛素的食物呢减量或者减掉就可以了。那么在身体稳定的适应了我上面说的规律饮食节奏后呢，我们再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就要注意有些零食甜品区域不要去触碰，家里最多放1到2包的小零食或者甜品。去超市前呢，先吃饱，列好清单，然后在超市里呢只买单子里写的东西。那这是很好的避免周末暴食的一种办法，就是从源头上掐掉。第3点呢，就是不要老给自己的暴食找借口。很多人就会说，反正我周一到周五可以严格的执行低卡路里、低碳或者严格的断食，这样子呢会导致你在周末暴食的当下，身体会敞开的吃停不下来，你的暴食容量呢会越来越大，你也会在心理上严重的依赖这种暴食补偿行为。那这种想法呢，对身体来说其实是很残酷的，身体的反抗会以压力大的形式表现出来，你会更容易焦虑，容易脱发，睡不好觉，或者莫名其妙的发火，然后看谁都不顺眼。而当你周末吃好喝好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整个世界都敞亮了呢？ OK， 还有一小部分小伙伴呢，平时其实饮食上也没有那么注意，但是呢也有周末暴食的习惯。那么有2种可能，有一种呢是你的环境出了问题。那在这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掉你的环境。比如很多人说，我平时上班不在家里，周末回到家，爸妈做的饭太好吃了。不是每个人呢都具备吃饱不吃撑，或者说吃到8成饱就自动停下来的能力。如果是这种环境出发的吃多，控制不住饭量的情况，那我们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换一下环境呢？第2种是用食物来填补空虚。有一些小伙伴呢，到了周末就什么也不想做，就想赖在床上不起来，什么都不想做，不收拾，没有运动也没有社交，然后可能手机上网一整天，同时伴随乱吃。简单的说呢，也是逃避现实世界，或者说放松自己的一种办法。没有特别的爱好可以愉悦自己，
那么就通过吃这个简单粗暴的办法来触发我们大脑的愉悦信号。所以你要解决的呢，不是暴饮暴食的问题，而是周末要给自己找点事情做，让自己充实起来。比如和朋友去打球、去运动，和家人去散步、远足或者骑自行车等等。总之呢，不要放任自己在那里。所以周四周五呢，就可以列好周末的安排，然后把周末呢打点的满满当当的，让自己可以通过别的积极的方式呢来得到愉悦。那最后再给大家一些必要的知识点，不管你属于上面2类中的哪一类呢，要知道暴食之后最伤的其实是我们的肠胃。那暴食之后呢，我们需要帮助食物更好的消化。还有就是催吐，一定不要去触碰。很多人呢，就是有了第一次尝试后，就会得到一个廉价的，但是伤害性很大的暴食解决方案，因为吐出来就好了呀。但是催吐其实就像吸毒一样，染上呢很难戒掉，而且代价巨大。还有我们常说暴饮暴食呢是由过度节食导致的，但是很多小伙伴呢并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在节食，觉得平常自己的自控能力还是可以的呀。其实只要出现我的注意力一直在吃上，吃饱了还不满足，无法控制的想吃东西，以前喜欢的东西也转移不了我对吃的注意力，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放心大胆的多吃一点，因为你的身体已经觉得你在疯狂节食了。OK， 那今天关于时不时要暴食的问题呢，就分享到这里。大家有哪些亲身的体会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让我看到。最后，真心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到有暴饮暴食习惯的小伙伴们。还有就是大家请记住，我的平台里边呢有一些大餐后补救的一些视频，那其实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家在暴饮暴食之后呢，有一个这个修复的过程，那么让肠胃呢变得更加轻松一些，帮助我们之前吃的太多东西呢有一个好的消化，也不至于呢身体把过多的热量囤积为脂肪储存在我们皮下，不至于说我们之前的减肥结果呢就白费了。那么通过我今天介绍的第一点，我们养成一个规律性的饮食，平常呢就满足我们身体的基本需求，那我们呢就可以逐渐的把这个时不时的这个暴食倾向的不好的习惯给它戒掉。 OK， 那么之后大力还会分享更多的关于减肥健康饮食的等等的这种知识，那么希望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要扭转乾坤，祝愿大家2021年都顺顺利利的，漂漂亮亮，美美丽丽，苗苗条条，健康发财两不误。那我们就在下个视频再见喽。